来，先把药喝了，啊。多谢张郎君。好些了吧？张郎君，这是在何处？这儿啊，是医馆。刚才大夫都说了，你之前身上就有旧伤，这次鲛人夺宝又添了新伤。不过还好，你穿了这个软甲，才保住你一命。但你日后一定要好好休养，不然就落下病根了。哦，等，是医女。多谢张郎君。窦，我不问你，你为什么帮燕子京鲛人夺宝？我只知道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，行险拼命。如今的我，无法再舍弃任何一个机会了。鲛人夺宝，是我自己要去的。可这是什么机会啊？到底是什么机会值得你这样拼命？你这么做跟之前采珠有什么区别？不是只有在燕子京旁边才有未来，与虎谋皮焉有其利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此次燕子京命你去鲛人夺宝，只是为了跟崔十九的一个赌约。他心里只想着收购广州所有的珍珠，可这次他输了，他。跟我回长安。长安的江作间有大唐最好的技艺，这是我给你写的举荐书。去了那儿，你能学到安身立命的本事。我若随张郎君回了长安，那岂不是离我想要的自由又远了一步？张郎君，鲛人夺宝是我输了，可我已经带着我弟弟进了蜃楼，哪有说走就走的道理？张郎君对我实在是好。好的这份人情，但我不敢收的。若有一日我有能力了，想到如何还张郎君人情了，那日我定会还你。好，那我就等着。可这份人情，你还是先收下，就算走，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我先去外面等你，等下送你回去。
有些事情就不能忘了吗？非要逼着自己去回忆。我连这个都忘了，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你母亲好不容易带你逃到边缘，又被崔定劫杀，可他们的死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等他到时候得报那一天，我才能真正好好的活着。来，鲛人夺宝本就凶险，你把宝都压在一个小母鸟身上，本该就想……你的意思是，这次我孤注一掷了？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留后手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一次我没有后手，是真的孤注一掷了呢？郎主，张郎君送丽人端午回船了。张郎君，今日多谢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身体不适，还是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无碍，走。是张郎君啊！张郎君还真是热心呐，送我船上的丽人去医馆，又把她送回来。劳您大驾，甚是惶恐。这就是燕郎所说的惶恐。我这不是才刚看清是你吗？而且这深夜登船，谁知道是敌是友呢？你说一旦是到船上来偷东西的呢？端午，张郎君，失礼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今日多谢你。这是圣上所赐，平安无事牌，你日夜带在身上，定保你平安无事。我不需要。带着吧。张郎君，我真的不能收。拿着吧。使不得。端午，张郎君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3、2、1。郎主，怎么？害怕了？张郎君只是好意送我回来。你在猪场那些日子你都忘了？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？张郎君是好人。那我是坏人。你可知道你输了鲛人夺宝，会接受怎样的惩罚？哦，我相信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张郎君会带你走的。端午不会跟他走的。为了血珠，才区区300万，张郎君一个柳叶金就足矣啊。血珠我可以拿回来，不用靠任何人。那我罚你，你可认啊？认罚。进来吧。这张郎君让我善待，我得给他这个面子，所以我给你2个选择。这第一，从此以后，商队买卖生意来往跟你无瓜葛，你到上苍来做事迹，只贴身服侍我一个人，那自然血珠你也别想要回去了。好，我选第2个。罚你20遍，而且从此以后给我滚回底层，想要进商队就得一步一步给我爬上来。端午领罚。康君，动手。郎主，罚刚才已经定了，那郎主准备奖励我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奖励你啊？鲛人夺宝我输了，我认，但是靠我殊死一搏，
替燕氏商队赢得名声，难道不该讲吗？此番新玉财宝在所有广州商户面前崭露头角，这波珠宝集市应该能够收获颇多。何以见得？刚才我上船之时都看到了，猎人们将船上的货物搬进搬出，端午就知道了，应该恭喜郎主，囤货已清，又添新货。殿下，殿下，臣方才不知怎么惹得任大人生气，对我出剑。你误会了承恩，我深知任安乐的为人，他不会随意出手伤人。帝小姐如此惊惶无措的样子，哪还有半点太子妃的风采？既然不行的话，就早日打道回府吧。任安乐，帝承恩是我等了10年的太子妃，谁也无法改变我的心意，谁也不能将你轻易砍低。起立，站着。是。
这簪子是你母亲留下的，你若是看中了谁，就当众戴在他的头上。你是大晋太子，那我救了你，岂不是挣了个太子妃之位？我已有婚约，你非他不娶。非他不娶。你不同意我见过的任何一名女子，你和子恩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？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为谁而跳。思源，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，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然了，俺也会去弟子园。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，哪怕他对别人动了心。太子可还把本宫的话放在心上？参见陛下，皇祖太后娘娘。臣记得皇祖母自幼教导：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臣作为大晋储君，当做表率。臣曾说过，太子妃之位非帝承恩不可。如今便是践行诺言的时刻。你倒是还记得自己是大晋储君，那可记得她是叛贼之女？帝家之罪，与承恩无关。更何况她已经在岱山上被囚禁了10年。如今又遵循圣意改名承恩，皇祖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当年之事迁怒于他。在我面前做小伏低，转头在这里耍弄心机，魅惑太子，好一个帝家后人！皇帝，还不快下令将这个狐媚赶出太子府！将太子妃之位许给承恩是我的意愿，也是先皇的遗诏。不知皇祖母为何要一直反对？竟然为了维护一个罪臣的后人，搬出先皇来诛哀家的心！皇帝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太子？母后，您先消消气。朕听说帝承恩在岱山上时，每日抄写佛经，为你我祈福，而且入京后也算是乖顺恭敬，或许并不似您想的皇帝，难道你也将旧事忘得一干二净，被这个帝家女的花言巧语给蛊惑了吗？朕只是觉得太子大了，在丽妃这件事情上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作为长辈，不应当过多干涉。你。
们尽管胡闹，只要我还是大靖的太后一日，帝家女就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不管今夜有没有结果，这场宴席都是为你而设。太子妃之位，永远都为你而留。雪下这么大，还不走快一点？陆明熙，你方才是没见着，我在晚宴上，我的剑寒夜都被我迷住了。你现在哪里还有大理寺卿的气势？那可不是，我方才为难帝承恩的时候，气势非常足，所有人都被我给唬住了。我知道，你做任何事我从来都不担心。但是我问心有愧。对寒夜还是帝承恩？对九泉之下的父亲问心有愧。寒夜拿出簪子那一刻，我竟还期待着他会将簪子别在我的发间。我到底在想什么呀？那可是韩家的簪子。子安，我相信侯爷在天之灵，他一定会理解你的苦楚。我想回侯府走一走。我陪你。不必了，有些话，我想一个人对父亲说。那也好。能本，你看，好大的雪，等明天醒来，整个京城都会白茫茫的一片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你说这雪再下得大一点，能盖住静安侯府门前的血迹吗？属下只知道，这雪要是再下去，将军就该病了。您快进屋吧。
这帝家女处心积虑要嫁入韩家，一定是在筹谋如何卷土重来。帝承恩入选太子妃，一是太子以太祖的遗诏相逼，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，就算是费尽了心力，也无法阻止他，弃他而另娶，不得已，才只能迎妻下山。但是母亲，您放心，倘若他别有用心，我就借这个机会，让帝家彻底断后。不过，如他诚心归顺，他对我们来说大有好处。当年帝有您畏罪自尽，无法亲口向天下众人承认帝家的狼子野心，直到如今，帝家谋逆之事也无法完全堵住悠悠众口，所以儿子才将帝家孤女送往岱山，就是想让她彻底臣服于朕，让帝家彻底臣服于朕。帝承恩入主太子妃之位，对于太子来说是先帝遗训、君子之诺，但是对于儿子来说，那是驯服帝家的筹码，是秘而不宣的缘由。小侯爷，站住！侯爷，天，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，才把你从流放西北换成了江南？你偷回来做什么？说呀！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就是想爹了。少来这一套！现在不说，东窗事发，没人救你。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您帮我！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，爹。发生了什么？你说。老爷，小侯爷到了江南以后，酒后奸杀了钟家的长女钟景，事后想要放火毁尸灭迹，没想到失手把钟家满门都烧死了。爹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只是喝醉了，一时糊涂啊！咱们全家怕都要受此牵连。老爷，你就饶了小侯爷吧。侯爷，如今瞒是瞒不过去了，不如替小侯爷找一个替罪羊。查明钟家情况，以便见机行事。是。父亲，我在靖南隐姓埋名，做了10年水匪，终于又能正大光明的来这里祭拜您。我回来了，可偌大一个帝家，只有我站在这里。那葬身庆南山下的8万将士，10年来他们因为莫须有的罪名，孤魂至今，难回故土。当年父亲以死明志，依旧换不回一个公道。如今让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的人，却坦然坐在皇位上，安享万人俯首，坐拥万里江山。
父亲，我定会还帝家一个清白，定会让韩家亲口在全天下人面前认错，让8万将士有安魂之地。女儿心如磐石，不会为任何人动摇。安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听闻选妃宴那日是晋安侯的忌日，我心中颇为感慨。晋安侯可是民间的传奇，我虽未见证过他生前的风采，但今日在此祭拜，也能聊表钦佩之情。传奇。是啊，帝家军骁勇善战，却在一夜之间倾覆。晋安侯作为统帅，没想到最终自尽身亡，还惨遭全族灭门。对这其中的缘由，民间众说纷纭。我对这样的传奇最感兴趣了。英雄被迫以死明志，8万帝家将士埋骨黄沙，何其悲凉，何其惨烈！在后世却只得“传奇”2字寥寥概括，沦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安宁，我对这其中的隐情好像了解的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既然你们都记得晋安侯，那他就没有真正的死去。不打扰你缅怀旧人了，我先走了，改日一起喝酒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那天晚上太子有多怜惜我，即便是太后发怒，他也要挡在我身前维护我。既然现在有太子殿下的保护，那你大可不必像以前一样谨小慎微，也是时候到晋安侯府走一趟了。我不去。虽然说我在选妃宴上得到了殿下的眷顾，却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眼中钉。若此时去晋安侯府祭拜，那岂不是授人以柄？但是你可别忘了，让太子殿下怜惜的是你弟子元的身份。可是让太后和陛下所忌讳的，也是我弟子元的身份。若我现在去晋安侯府祭拜，一定会惹怒他们的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后的眼神有多可怕？若不是殿下挡在我面前，她怕是要当场杀了我。可殿下还说会在侯府等着你，你若不去的话，怕是会露出破绽。我不去。在太子眼中，我不过是为了自保，他会对我更为愧疚怜惜。既然不去利大于弊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只是担心殿下会起疑。母亲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着想，但是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子殿下挡在我身前的眼神有多坚定。我相信他是不会放弃我的。
太子哥哥，靖安侯府破败萧条多年，终归不是我一时便能清扫干净的。子渊没有和哥哥一起来吗？他应该是因为生病未愈，所以才无法前来吧。哥哥何必自欺欺人？你我都知道，他是明哲保身，为了坐稳太子妃之位才不来。安宁，你不要怪他。皇祖母之前如此对他，他不来也是人之常情。我没有怪他，我是怨恨我自己，更替靖安侯和整个帝家军感到悲凉。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甚至得不到自己亲生女儿的一壶清酒祭拜。靖安侯和帝家军一样，都曾为我大靖浴血奋战，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不过10年前的旧事，终归是因为帝家谋逆。安宁，你当年何其年幼，又何其无辜，这份愧疚，不应该由你来承担。我一点都不无辜，最无辜的是子渊。若是没有10年前的那场悲剧，子渊也不会变成今日的承恩，来见自己生父一面都不敢，都不能。哥哥，是韩家一手毁了子渊。10年的岱山求见，如今在他身上，竟不见半分的当年模样。我也很想念昔年的子渊。是啊，我也很想念当年的子渊。不过子渊没来，我方才碰到了另一个人。骆明熙也来了。是安乐。你可知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若是当年子渊没有被送上岱山，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，潇洒行走于天地间？任安乐。击败回来，思绪可有平静些？帝家现在如此的落魄，能够为帝家平反的只剩我一人，这样我更要心无杂念，才能够复仇成功。你说的杂念，是指寒夜吧？是。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，说昨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酒后胡言。寒夜，我确实是为他动心了。可是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比起儿女情长，更加重要的是帝家的8万孤魂。所以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沉溺下去了。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，
我要做回我自己。子安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在扮演任安乐的这些年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最轻松、最自在。我去祭拜的时候，安宁也来了。安宁，你没露出破绽吧？安宁从前最是单纯率真，可是久别重逢，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感觉她好像有些敏感。此事我会去查，不过仅凭祭拜，他也难以联想到你的身份。还有一事，钟家灭门案和古云年有关。这阵子古云年表面低调，但暗地里却在搜寻一个叫做钟海的人。钟海，是他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一直找寻的帝家军幸存者。千月阁已经查明，他此前流落江南，又因水患走投无路，是钟家收留了他。他对钟家忠心耿耿，更可能是钟家灭门案唯一的证人。古云年想必正是因此要杀人灭口。钟海会成为我们扳倒古云年的关键。那我们一定要赶在古云年之前找到他。但若是他仍在江南，怕我们赶不及。眼下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太子殿下，请。殿下，脸色不错，看起来身子都恢复了。小小风寒，有劳殿下挂念了。今早起来便无碍了。你在练字？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了些诗词，殿下见笑了。他的字还和小时候一样。还记得你以前为侯府题字，闹出了风波，为此我还被陛下训斥过，你可还记得？那时我只有8岁，许多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殿下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跟承恩多待一会儿吗？你病体初愈，要好好歇息。殿下，殿下啊！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写的，你帮我拿着。啊！哎，子源，来，快让我看看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殿下，我没事，想起来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
改日再来看你。殿下是不是心仪任大人？若殿下觉得有负于任大人，将来可以迎他入太子府。你想多了。任安乐乃当朝重臣，国之柱石，我不会将他引入太子府。殿下，你可相信，10年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脾性，甚至连身上的伤疤都荡然无存。属下只知道，世事无常，人心莫测。你立刻派人去调查，岱山上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殿下已经走远了。母亲，我刚才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？殿下的眼神刚才分明有意，是不是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让他起疑了？谁能对10年前的事情记忆分毫不差呢？殿下会体谅你的。寒夜，能回来守约的人只有我。晋安侯戎马一生，可短短10年，却已无人记得。我怕我离开西北太久了，也会和他们一样，渐渐的遗忘。可是英雄，即便是死了，他们还是英雄。属下会跟将军一样，永远记住他们。只要我们不忘记，他们便不算真正的死去。你竟和安乐说了一样的话，你相信帝家没有叛国？他们是清白的吗？帝家若非忠义之士，又怎会让将军10年都念念不忘呢？狼狈，这10年，我的心就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，没有人可以倾诉。没想到你竟能理解我。将军的心事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您先去歇息一会儿吧，整理文书的事情就交给属下来做。早上才见过，现在又把我叫过来，你还越发记挂我了。找你过来是有重要的事。我知道帝承恩的事，可是目前传来什么消息？帝承恩在寒夜面前露出了破绽。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归恩阁题字时发生了何事？我7岁那年在归元阁题字，不小心从书房上面摔了下来，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，虽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御医，但还是留下1道半寸的疤。韩仲远狠狠地训斥了寒夜，为此寒夜还在侯府照顾了我整整10天。
如此说来，应该是寒夜发现了帝承恩身上没有这道疤。 10年都过去了，再深的疤也会变淡，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记得。没想到他还记得很清楚。就算他记得也无妨。你既已决定和他保持距离，只要不过分靠近，他断不会发现。不错，帝承恩那边也无需刻意弥补。现在让他多一道疤。 也不过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引人注目罢了。